我真的觉得太超值了，20万以下可以买到一台那么高科技、长得又那么帅、那么前卫的 Model Y， 好心动啊！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了。讲真的啦，我现在一边在介绍这辆车啊，我一边在对它投入更多的爱啊。我很喜欢这辆车，它真的长到太好看了。如果我要买 SUV 啊，说不定我人生中的第一台 SUV。 我好想买这辆车啊！我真的很想买这辆车嘞，帅到我脚软。买了，没有错，我现在已经是 Tesla Model Y 的车主了，而且这一台 Tesla Model Y 在我手上已经驾了1900公里吧。在这1900公里里面的体验下来过后呢，再来拍第一集我的这个新车影片我觉得是更加有含金量的啦。因为不单只是拿车几个小时，或者是驾一个几十公里、100多200公里就来做一个 review， 我觉得相比起来，真正长途长时间体验一台车，才可以知道更多一台车的细节，所以我们拿车也是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走了1900公里。这1个月的使用下来哦，其实可以在这台车上看到很多各种不同的优缺点。所以如果你也想买 EV 车，我觉得看完这一部影片，你自己心里就有答案了啦。该买不买，就好像我时常讲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车的，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这台车适合我吗？1900公里的体验下来，我觉得这台车适合我。为什么这台车适合我？我们接下来会一一展开啦。先来穿一下防弹衣啊，因为要开始讲 EV 卡啊，就会有这个中奖的几率会比较大啦，所以我们要来穿防弹衣。在穿防弹衣的时候，也顺便可以加厚多几件。就是我曾经很多次在我的影片讲，我个人啊是比较喜欢 sedan 车型，短时间内不会去买 SUV， 不会买 MPV。那为什么买 Tesla Model Y 呢？这个呢就要从为什么我喜欢 sedan 车型讲起了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低趴造型的车款，就是离地间隙不要太高，离地间隙越高的车，一般上 body roll 就会比较严重，驾起来也没有像 sedan 车型那么有操控感。从这一系列重点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 Tesla Model Y 它的离地间隙并不高，它不像典型的 SUV 那么高。这台车应该是什么车型定位呢？Tesla 官方已经给出答案了的，是 Station Wagon。老观众们应该都知道，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讲，我很喜欢 Wagon 车型。Wagon 车型就是旅行车的意思，就是一个有超大尾箱空间的双厢车。那我终于买到了人生中梦寐以求的第一台 Wagon， 而且是 EV 车型。之前就有跟大家讲，我会买一台中国产的电动车，没有错，这一台是 Fully Import CBU from Shanghai， 特斯拉上海组装厂组装的一台 Tesla Model Y。解释完我买这一台车的所有细节过后，我们现在就要正式来讲解我买这台车它带给我怎样的一种行车体验了啦。在网络上面呢，常常都会看到有人讲，你驾电车，如果你遇到塞车，你就完蛋了啊。其实电动车跟汽油车啊是完全相反的嘞。电动车因为它是由电机来发动这台车嘛，所以电机转得慢，它的功耗就低，它对这个电量的消耗就低，所以其实塞车是更省电的。那既然是相反嘛，汽油车在高速 highway cruising 的时候呢是省油的，这个应该全马的人都知道啦，甚至可能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子认为，没有错，这样子是对的。但是电动车，如果你在 highway 上面高速 cruising， 完蛋，它就开始很耗电了，因为它是靠这个马达直接输出动力给轮胎啊，它不像汽油车有很多个档位的变速箱，但是一台20万的 Tesla Model Y 却没有变速箱，所以高速 cruising 马达 RPM 肯定是比较高，同时就会更加的吃电啦。听到这里就会听到一个小细节，它没有变速箱，没有变速箱就少了变速箱的保养，它不用换这个牙油啊，不用怕 CVT 会脱链啦，也不怕 DCT 会烧 clutch 啦，直接就用马达输出动力。而且我买的这一台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版本，我又可以体验得到后轮驱动的感受。如果是一台前置引擎的后轮驱动汽油车啊，够力，要保养的东西真的超多但是这一台不用这样麻烦，马达在后面，后置马达，后置驱动，一切都是
那么简单。那这台车走了差不多1900公里，不单只是 City Drive 不了，当然 City Drive 是省电啦。走 Highway 如果我加快一点啊，我确实是有 feel 到它的电池的这个消耗是会比较快的。但是整条 Highway 从新山去 KL， 几乎每一个比较大型的 R&R 都有充电桩，我去到哪里我都可以充电。而且我打开这个 PlugShare 的 Apps 啊，我可以看到哪里有这个充电桩。我从哪车到今天都是100%在外充电，但是完全不影响我任何的日常使用。很多人可能在现在这个画面看到就有全景的这个大天窗玻璃啦，会不会很热啦？这辆车这个东西大家就真的是可以放心了。在1-2个礼拜前，我就有 post 了一个影片啊，是带大家去看了我们 Johor Bahru Permas Jaya 的一间专门改 Alphard Railfire 还有专门做 PPF 的店啊。其实里面那一台车就是我的车，我做了它的 Full Front PPF。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那今天呢，要带你们去看那一间店 Precision CS 的原主店 Excellent， 在 Johor Bahru Kebun Teh。我们就闪回到上一次那一部影片的一个结尾片段来进行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啦。下一部影片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隔热膜的一些细节，顺便公布我买的那一台是什么车。下一集我们就会知道啊。这样我们穿越一下，穿越去下一集影片，我们数1、2、3，1、2、3跳。1、2、3。这次有跳成功了。这一次我们来到就是 Jalan Kebun Teh 这一边的 Excellent 原主店。相信一直有在看我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历代的一些车都有在这里做这个隔热膜的安装啊。为什么会来这里做？为什么会有这种上瘾的现象呢？现在我们就进去了解一下我的车做了什么样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让我那么信赖 Excellent 这一间店。Let's go。Jason 就是带我入坑Solar Guard的这个存有啊。我的第一辆车连了Solar Guard就回不了头，我是自己亲身体验啊。如果一个产品隔热不好啊，我不可能每一辆车都来粘的。我自己用了，我是很满意，包括我的这一台 Tesla Model Y。这台 Model Y 呢，我们为它安装上去的隔热膜呢，跟之前我安装的所有车款都一样，是 LX 系列。一直有在看我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最信赖的就是 Solar Guard 的 LX 系列的隔热膜了啦。因为这个隔热膜它是 multi layer 的 sputter， 有9层的这个金属镀膜啊。整台车除了用 LX 系列，我们还有用一个叫 GSG Grey Silver Grey 系列，是专门拿来粘天窗，也是来自Solar Guard，就粘在我这台车的车顶。用了接近2000公里的这个里程数过后啊，不是他在这边我才这样讲的，我是自己觉得啊，市场上应该没有我试过比这个更好、更加隔热的天窗膜了。车窗膜方面还有大镜、尾镜，我全部都是用 LX 系列。现在就是让你抄功课的时间，来，我们来讲一下我用了怎样的 LX。所以这个大镜我们用的是 LX40， 门这边全部是 LX25， 然后后面是用15啦。当然你可以选你要的暗度，不管你选哪一个暗度都好，它的 LX 系列的隔热都是在那里。因为刚刚我们讲的9层 multi-layer sputtering， 它是有这个反射热度的，所以你在车里面你就感觉不到那个热晒进来。没错，他讲的这个反射啊，真的很重要，尤其是我们这种电动车啊，我们最注重的一个东西就是续航里程。如果你的车的隔热膜不够好的话，你是不是冷气会开冷，风速会开大？对一台汽油车来讲，这个没有影响，对不对？不过你一台电动车呢，这个就会影响它的续航了，因为整台车都是用电的嘛，对不对？你冷气开越冷，你风速开越大，耗电量就会增加。粘上了这个 LX 系列的 Solar Guard 隔热膜呢，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让你的车续航里程增加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花几千块粘一个好的隔热膜，让你驾驶没有这样晒，没有这样辛苦，同时还可以更加省电，油车也会变得更加省油，这一点真的是太值得了。等下很多人就要讲啊，阿豪就是要来做广告，没有错，今天这一个就是一个 Excellent 这一间店的广告。既然是广告，就要把好康带给我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们看到现在这一个广告的话，你把这一个 offer 字样 screenshot 起来，联络 Jason， 他们就会告诉你我们做的这个专门给 Tesla 的一个 super offer 是怎样的一个优惠。他的 WhatsApp 我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都可以找得到，或者你直接过来秀他电话，我 screenshot 了，你就可以得到那个 only for Tesla。不管你是 Model 3、Model Y、Model X、Model S， 如果你驾得到 Cybertruck 过来啊，Cybertruck 过来 free 他做可以吗？来，我来得到吗？
OK， 我们现在就要回到今天的 Tesla Model Y 的主要内容了啦。Tesla Model Y 不管是它的 exterior 还是 interior， 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之前我们就有拍过一部影片是完整介绍了，错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一下，你就知道那时候我看到这辆车的时候那个眼神啊，我就已经在预告大家我一定买这辆车了。我们再讲一下这辆车它的各种细节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算是缺点的，就是有些人要上我的车，他不知道要怎样开门啊。这个 Tesla 的车门把手啊，我到今天用了1个月，还是觉得有一点点难操作，因为它是要这样子用拇指顶下去，然后再这样拉一下。老人家、小朋友们，他们要上你的车，可能就要有一点学习成本。第一次你教会他过后，可能第2次、第3次他还是会不懂要从哪里按它出来。对我来讲，它在使用上跟一般的车款比起来，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学习。然后这台车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整台车是有8颗镜头，到处都可以看到镜头。就有人想，哎，这辆车是不是有一个360啊？不过这辆车它就没有这个360度的这个合成镜头啊，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鸟览图。我们在 parking 的时候呢，就要去学习怎样用它的 parking 的镜头。当然，它有一个好像雷达扫描出来的一个模拟图像，不过它就没有这样直观啊，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练习怎样用它的这个 camera。当然，这台车它会这样子设计也是有它的原因啦，因为这台车是可以买它的 auto parking 的升级版软体啦，我是没有买啊，是6000啊，6000我选择自己 parking 啊。车尾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最喜欢的一个部分了啦，尤其是它这个慢反式的尾灯很好看。这台车呢是有一个前面的置物空间啊，也称作 frunk， 目前使用下来几乎是还没有用到前面这个啦。当然它是一个优点，也有一个小小缺点我不喜欢，就是它的盖有点难关，要很大力啊。要这样子才可以关得下去。作为一台 station wagon， 它的尾箱空间是真的超级大，而且下面打开来还有一个储物空间，真的太爽了。缺点吗？是有啦。我觉得这个尾箱呢，它应该要有一个遮罩板，才比较符合马来西亚的这个使用场景啊。马来西亚的这个爆进率啊，我相信会比起其他国家来得高。所以如果你有放一些包包啊什么之类的话，这个尾箱可能就会让人家有机会这样看到你里面的东西，然后从而想要打爆你的镜子。我是有贴了这一个非常暗的隔热膜，所以要直接看进车里面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当然，这台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过后呢，我们还有发现很多优点缺点啊。今天一集影片里面是没有办法讲完的。你们还想看到这台车有什么样的一些使用心得，或者想要了解的东西啊，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我在拍第2集的时候呢，就可以针对你们所提出来的那些疑问啊，做重点回复。那这台 Model Y 算是我一个金盆洗手系列啊，因为没有东西好改了这辆车，甚至这台车我觉得我的 rim 应该都不会去换啊，因为为了保持 Tesla 它原厂的这个风阻系数，还有它的这个滚动效益，如果换 rim 的话，说不定会把它的续航里程减短。既然是一台电动车嘛，就要极致的使用它的续航里程。今天这一集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关于这一台 Tesla Model Y 的详细分析，还有详细讲解的影片内容。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跟它读下去。大家好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